嗨，大家好，我是樂吃夠日本的冰敏。今天我們有一位新同學，耶！大家好，我是樂吃夠日本的新主持人 Yui。今天呢，就是要來跟大家介紹2025年我們可以在便利商店就買到的伴手禮哦。裡面是綜合我們日本的同事們跟我們兩個自己最喜歡的品項，然後一次介紹給大家。Your Japan starts here. Let's go JP.com。才買回來了，超級豐盛哎！這一集是怎麼樣？預算這麼多，畢竟是我本人的出道作，厲害了，前途光明的。好，那我們這次買回來的呢，就是在日本3大超商 Lawson、全家還有 7-Eleven 都可以買到的商品，各自挑選了幾樣自己最推薦的選手，然後要讓對方試吃看看評價如何。而且我們同時也會跟大家介紹2025年最新的可以過海關的伴手禮規則哦，一定要看到最後哦。喜歡日本旅遊、愛吃日本美食、想看觀光列車與四季美景，快訂閱我們！記得開小鈴鐺，接收所有通知，才不會錯過新影片。第一個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這個胡池屋他們推出的生起司派，這個呢非常的新，因為它是2025年今年9月、10月才剛推出的新商品。那這個生起司派呢，它很厲害的是它內餡包的是卡門貝爾起司，所以就會有一點鹹甜的，太高級了，很高級。乾杯！聽那個唰唰唰的聲音就知道它外皮有多酥了吧？不太喜歡吃太甜的食物的人，我覺得蠻推薦的哎，口感超有層次的，我覺得還蠻適合配那種白酒之類的，下酒應該也蠻好吃的。很好吃。蘇米，你要不要試試看？我要吃。哇，這叫生氣耶！生氣，大家要買的話，請認明這個生氣標章。下一樣呢，就是我要推薦給學姐的，這個是起司，就是固力果的烤起司餅乾，看起來也很讚哎，好罪惡哦，整個起司融化的樣子。沒錯，它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呢，就是它的起司含量有高達45%以上。那我今天選的這一個啊，它是切達起司的，它另外有賣卡門貝爾起司，超級爆濃哎，超爆濃，一打開那個起司味就撲鼻而來，真的，我都要濃到要生氣了。我聞一下，聞，真的非常氣。那不喜歡起司的人，可能光開袋就會氣到，它的造型好可愛哦，很像那個《湯姆與傑利》裡面那種奶酪的形狀。對，那我來吃看看嘍。又是一個 ASMR 系列，我覺得你這個贏了，這個真的會一口接一口，這很像那種一大塊的起司，直接切成薄片，然後下去烤，壓扁那種感覺，超好吃。好，剛吃完鹹的，接下來吃一點甜的。那這個呢，要推薦大家的，一樣是固力果他們家出的這一款，很特別的是，它是有 GABA 成分的巧克力，有減低壓力的效果。吃巧克力本身就很舒壓啊。好哦，那我要來開封了哦。它裡面的分量感覺還蠻多的，而且它的那個大小也做得很可愛，一口，就是可以一口吃下去。然後啊，它其實有出2個口味，這一款是比較苦一點的，另外還有一個牛奶口味，紅色包裝的，我自己也覺得很讚。它這個巧克力味也太濃了吧！它這個外殼看起來好像很硬，但它裡面其實是入口即化的，就很舒壓啊！大家可以試試看，如果壓力很大的話。对，下一個品項就是這個我們的日本人同事推薦的濟州南高梅鮮貝。其實我吃不太習慣日本這種鹹的醃梅子，你喜歡嗎？我已經有點被掰彎了，所以還。他寫說上面有加 Happy Powder 快樂粉，快樂感覺怎麼覺得吃了會很快樂？怎麼感覺有點可疑？準備好了沒？我們一起吃好不好？好。我覺得可以耶，就是酸酸甜甜，然後微鹹的味道哎。那個鮮貝的本身就是有一點烤過的鮮貝的味道，所以我覺得很香哎。然後還有保留那個米香，我覺得它的那個梅粉啊，你一放在舌頭上，整個就會擴散開來，因為它會很吸口水，然後就有那種梅子的酸酸甜甜香香的味道。難怪日本人同事會推薦，這個可以買，有讚。
那個快樂粉有讓我們快樂。那學姐，剛剛我們吃了那麼多點心，就一定還欠缺一個泡麵。我感受到你有備而來了。這個是我每一次去便利商店一定都會買的，它叫做日清デカうま油そば。再來它是什麼？吉泰麵，就是粗麵的部分。对，然後大家就會想說，粗麵的話會不會很難泡開啊？不會，外表看起來它的麵其實沒有比一般的泡麵粗多少，但是因為它的口感很扎實，所以讓你吃起來就是會覺得哇。這個麵也太有存在感了吧！它裡面是真的有就是切塊高麗菜的就是泡開來會是脆脆的高麗菜，然後醬也非常好吃，很推薦給學姐。哇，我真的是沒有想到會有這個出現呢。那我們現在就來泡吧。好。A few moments later. 好香哦！太香了吧！这個。1秒回到台灣巷口的麵攤呢，真超級香，因為它裡面有豬油，它那個香氣啊，就是有點麻油加醬油，有點台日混血兒的感覺，然後又有那種豬油的那種很香很香的濃郁香氣。看看這個色澤，晶瑩剔透，滿滿的豬油。我不想看，學姐先吃，我先忍耐一下。哇，好彈哦！這個吉泰麵，它是捲麵。是不是很有口感，很有嚼勁，對不對？非常對台灣人的胃口，而且它真的油香味滿滿。我剛剛吃一口下去都覺得不用擦護唇膏了，真的哎，有没有水潤嘟嘟唇的妝感？真的，可是它吃起來又不會太油膩。對，吃起來其實不會油膩，但是就是有那種麻香味，真的很讚。推。中場插播。像我們剛剛介紹的那款泡麵，因為裡面有豬油的成分，所以大家一定會在想說，這個真的可以帶回台灣嗎？那我們現在就來分肉類、海鮮類跟蛋奶類，來跟大家講解怎麼樣的東西才可以帶回台灣呢？我們分幾種嘛，第一個就是泡麵，然後第二個就是罐頭類的，第三個是肉乾類的、香腸類的東西。泡麵的話，種類有很多，像是一風堂泡麵這種大塊乾燥肉片的泡麵，因為它的外觀太像肉了，很容易造成海關人員難以判斷。那大家如果有疑慮的話呢，可以主動走申報通道。那如果是罐頭類的話，例如無印良品的那種咖喱包軟罐頭的話，只要它上面有標示4個字“高溫殺菌，完全密封”的話，其實就是可以帶回台灣的哦。然後像肉乾香腸類的話，就是絕對不能帶回台灣的。海鮮類的話，就是只要不是生鮮的，而且內臟已經先被處理掉的話，那都是可以帶回台灣的。最後講到蛋奶類的話，蛋是半生不熟的蛋是不可以帶回台灣的。但是如果你是完全熟的蛋，例如滷蛋啊、鳥蛋啊這種，都是可以帶回台灣的。那牛奶的話呢，如果是鮮奶，就是不可以帶回台灣。但是如果是沖泡的或保久乳的話，或者是乳酪這一類，都是可以帶回台灣的哦。好，那說到沖泡類的食物，我也有一個要推薦大家，就是這個 7-11 的炸茄子味噌湯。哈，好酷哦！因為你喜歡茄子嗎？你是 OK 的嗎？我超愛的啊！我也超愛茄子，而且我覺得炸茄子放在味噌湯裡面意外的很搭。那除了這個炸茄子口味呢，它其實還有推出其他像是豚汁啊、鹹類的味噌湯，它其實也都有出。然後我覺得每一款都很好喝，因為它泡出來呢是讓你真的可以吃到那個食材本人的，所以我覺得非常的厲害，還原度極高。那這個我們也拿去泡。A few moments later. 小心哦，應該蠻燙的，裡面會吸一點汁。很茄子。它的茄子裡面是那種就是有一點嚼勁的，然後外皮就像真的就是茄子去炸過的感覺，吃起來真的是非常的像一個生鮮蔬菜。豆皮啊跟蔥的料非常的豐富哎，我覺得它真的很適合那種懶人，就是如果你早上醒來想要喝個味噌湯，或是你喝了一大堆酒回到家想要喝個暖胃的，真的買這個很方便。冬天真的很適合，超讚的。好，接下來呢，我們來一點飯後水果，因為日本呢其實吃不太到水果嘛，但是呢他們超愛推出这種水果軟糖，大家來到日本每次應該也都會爆買。那這一款呢，我覺得它算是水果軟糖中的黑馬，因為它是這個叫做全國農協食品協會推出的，然後呢它是北海道產的哈密瓜軟糖，它外表還有就是很像那種松露巧克力，可以嗎？好緊張哦。
不好吃嗎？松露巧克力，入口即化的感覺，但是裡面的東西不像軟糖，所以它的口感是一咬就斷的。我的嘴巴会觉得比較空虛，好嚴格哦。但你不覺得它很哈嗎？是啊，很哈，天然水果感覺的香，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還不錯。生氣。就喜歡吃松露巧克力的人，我覺得會喜歡。學姐，我馬上就要來挑戰你了。一樣是派出軟糖系列是嗎？沒有錯，這就是萬年不敗的，它就是 Seven Premium 系列的特選商品。內餡呢也是軟糖，外面一樣裹了一層巧克力，然後它裡面的果汁是使用日本國產的翠玉葡萄做的哦。对，它是你心目中彈的那一种嗎？彈到爆，彈到爆！早上拿出來的時候，日本人的同事就說：“哎，這個是我小孩昨天也狂吃好幾包哎。”好，馬上來吃看看，看有没有贏我的哈密瓜。哦，它外面是這種比較光滑的巧克力。我覺得巧克力的口感有差，剛剛那一款哈密瓜的巧克力是真的比較接近松露巧克力的那一种，就是認真的巧克力。但這個比較像是零食，就是小時候吃那種足球巧克力那種比較零食感的巧克力。它的口感，老實說，它的口感真的有贏，因為它裡面好 Q 哦，一咬下去真的是彈到不行。它那個軟糖的部分是真的蠻香的啦，就咬下去之後，葡萄味會殘留很久，所以這一點我覺得還不錯，可以推。接下來這個系列也很厲害，它是 Seven 推出的，然後呢，我覺得它堪稱可以說是知名伴手禮品牌的平替款。像是呢，中間這一款有沒有覺得它很眼熟？我知道它很像那個北海道六花亭的奶油葡萄三明治。沒錯，沒想到 Seven 就買得到，而且它的價格超級划算。六花亭其實價格比較偏高嘛，那如果你很喜歡這類的餅乾的話呢，其實也可以選擇 Seven 他們家的，價格實惠很多。第二個呢，這個呢堪稱是白色戀人的平替款。因為它其實也就是像白色戀人外面那種叫做貓舌餅，裡面是白巧克力夾心，所以我覺得 Seven 這個也很不錯。最近呢，其實薯條界除了薯條三兄弟加咖喱溝以外呢，還有一個也是最近竄起的品牌，叫做安多多芙利多。那這個薯條品牌呢，也是在一些車站啊，或是百貨公司等等買得到，但是我覺得價格也偏高，而且每次都排隊。那現在呢 ，7-11也有推出這一種類似的粗的這種脆薯，這個我覺得也是超刷脆。好，那我們請 Yui 一次試吃，會不會太多？血糖要飆升，真的。哇，它的葡萄乾的量其實超多的真的很大方。上來吃嘍，請用。就是六花亭的話是有一點偏硬的餅皮，但是它這個就是蠻軟的，然後它的那個葡萄乾的酒味我覺得很濃我覺得很划算所以我覺得這個還蠻推薦大家可以買回去送的。好好吃哦！下一個就來吃這一個白色戀人的平替版，它聞起來就是白色戀人的味道。你如果閉着眼睛吃，你就分不清楚哪一個是哪一個。真的嗎？好了，那馬上來吃。白色戀人，白色戀人，對不對？硬要說的話，我覺得這一款的餅乾比較脆一些些，沒有像白色戀人那種有一點酥酥的感覺，可是味道我覺得不輸白色戀人，完全可以當成平替蠻推薦的。再來是 Endfried 的平替款，這款我覺得也很讚超級刷脆，因為它是那個羅勒美乃滋口味，請Yui務必要試看看。完全在台灣也沒有看過這種口味羅勒美乃滋，台灣比較少見，但日本真的超多這種很肥的那種好吃醬料。這個很好吃它除了羅勒跟美乃滋之外，那好像還有一點黑胡椒，它保留馬鈴薯原本的那種口味，但是外面呢，它又是炸的稍微再硬脆一點點，所以它吃起來真的是特別酥脆。我覺得可能是美乃滋的有一點點酸酸的感覺，然後讓它整個口感吃起來沒有那麼的膩。對，這個口味我覺得不錯。這應該很配啤酒那種。
學姐你也很會推啊，是不是？這一款懂挑哦，推。再來就是大家来日本一定会買的砂糖樹，就是如果你去 Seven 买的话，它是有限定口味的，像它這一个是焦糖布丁口味，你在它的店面是買不到。然后除了它之外呢，我也蠻推另外一個也是跟同一家甜點店聯名的，就是這個，它的外觀很可愛，長得很像那個富士山，奶油的濃郁程度有點像香港的小熊餅乾這麼濃，但口感上更扎實。那 Yui 要跟我分一半嗎？好呀，你的卡路里我來分擔。這一句很重哎。哦，這個砂糖真的是這個螞蟻人看到會發瘋哎。如果我是螞蟻，我一定想要爬上這一座山。感覺螞蟻很樂意住在裡面，熟悉的味道。覺得好可愛，很好吃哎。中間的那個山的內部是比較沒有甜味的，它只有外面山的表層有很多砂糖，所以綜合起來，它其實真的沒有想象中那麼甜。對，然後又很酥脆，又有滿滿的奶香，這個真的很讚。等你來登山哦。訂閱我們的頻道，開啟小鈴鐺，就能接受最新的日本旅遊影片通知哦。大家應該有吃過，就是那個焦糖布丁冰淇淋吧？就是日本超商在賣的，很紅的那個。對，但我個人覺得那一個有點太甜了。然後這一款的話，我覺得完全不會。裡面好精緻哦，這個就是砂糖樹哎，好香哦，吃看看。這個目前我給它第一，砂糖樹出手就知有沒有。而且砂糖樹的表皮不是也都不會很甜嘛，然後它也沒有因此就把內餡做得很甜，就是都一切都很剛好。對，你很會推耶，是不是？真的，它一袋就有3個嘛，我之前就是一個人吃6個。好厲害，就是配茶，這樣一個下午一個人吃6個，然後我也覺得沒有膩，就是我覺得蠻厲害的，很好吃哎。對啊，這個真的拜託大家買回去送人。等一下影片的最後也會跟大家說，要怎麼確認哪一家店可以買到這一些限量的商品，一定要看到最後哦。剛剛吃了這麼多東西，學姐，我現在要來跟你鄭重的推薦一下，就是我平常飲食控制的時候，還想要深夜暴吃零食，我就會買他們這個 Lawson 他們家的這一系列 Natural 的零食，看起來超健康的。對，非常健康。那我們先一個一個來看哦。這個的話，它是海苔口味的 Konnyaku chip 蒟蒻做的洋芋片，有沒有？這個在台灣完全看不到。好，然後第二樣呢，這個是黃豆粉，非常日式風味的，然後它是做綜合堅果啊，堅果哦，我超愛堅果的。然後這個的話，就是我們平常吃的毛豆去做的洋芋片，對，好少見哦，這系列都偏少見哎。對啊，就是都是蠻日本的日式傳統零食的一個印象。然後他們很厲害的地方是他們的卡路里都很低，然後糖質也是很低，所以可以放心的吃。這個一袋才58卡，對，真的。哦，這個也很推耶，很香，對不對？很香。怕高鹽高鈉容易水腫的話，吃這個我覺得也不用擔心耶，因為它真的沒有太大的鹹味，可是呢又很香，而且咬起來口感也很酥脆。對嗎？對，馬上來開這個毛豆餅。對，而且它上面有寫它是啪哩啪哩。對啊，啪哩啪哩耶，感覺很脆哦。對啊，我就來看看它有多啪哩啪哩。好豆哦，太豆了。我覺得這一款有一點像是，就是你在吃毛豆的時候，然後夾起來發現，哎，吃錯了，吃到人家吐出來的殼，豆味很濃，但是扁扁的。就是沒有那種毛豆想要的口感，對，所以會讓人覺得，哎，我是不是只有吃到豆莢？可是它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就是毛豆大家也知道，蛋白質跟纖維質都很高，對，所以如果你想要吃一個洋芋片，然後同時有纖維質、蛋白質補充的話，其實這個蠻推薦。我覺得如果你有那種挖寶的好奇心的話呢，真的可以來到 Lawson 買買看他們這個 Nature 系列。再來這個呢是外面裹黃豆粉的堅果，我其實也超愛堅果的，我也
是，就是早上你不太有時間準備早餐的时候，就是快速吃堅果，讓你恢復能量。這樣，這一款我覺得還不錯的是，它是用100%的國產大豆的黄豆粉做的，所以我覺得它應該也是有考量過，就是還是在健康的範圍內做調味。核桃、腰果還有杏仁，好酷哎！其實它這個組合蠻妙，就是豆上加豆的感覺。真的耶！這種堅果就是它的口味，如果太原味的話，有時候我們會吃到有一點嘴巴有點無聊。那它這個微甜的黃豆粉，我覺得搭上去就是負擔也比較輕，然後也覺得蠻好吃的哎。算是健康調味。關了。好，刚刚介紹完 Lawson 那麼多健康的零食，我覺得太不夠味了。因為吃零食就是要吃好吃滿，就是要吃高熱量的熱量炸彈。像是卡路比推出的這個ニンニクマシマシマヨエッグ大蒜美乃滋烤蛋的口味，好奇特哦，超級好吃，那個蒜香啊，哦，真的是愛蒜的人絕對不要錯過。好，那我馬上開來讓Yui吃看看。OK，我覺得我的評分標準有幾個項目，就是到底有沒有蛋呢？到底有沒有蛋味呢？你先聞看看。我覺得我被大蒜撲臉，大蒜襲擊。對，我被大蒜襲擊，確實有一點麻油內子的味道。有。哦，好香哦！首先，我得說它是很好吃的，有一點點微辣，微的辣，其實蠻刷嘴的，但是它沒有蛋的味道。挖到破音。我覺得它其實沒有像大家想象中那麼重口味，它算是蠻清甜的，那個大蒜的香氣很夠，我覺得這一點很讚。這個台灣人絕對會很喜歡，因為畢竟大家一定會很喜歡大蒜口味的，然後它加了一點美乃滋的那個酸甜味在裡面，所以其實很刷嘴，那整體又不會這麼重口味，這很適合就是看電視、看 Netflix 配餅乾，會整包吃完。我覺得它的那個大蒜味還蠻自然的，很像那種牛排會配的那個烤蒜片。怎麼辦？怎麼辦？它是數量限定，大家如果近期有在日本的話，趕快去搶購，不然有可能会買不到哦。好，接下來介紹第二個熱量炸彈，也是全家他們出的。然後呢是這個巧克力香蕉巧克力，這個也是超刷氣。我超喜歡吃香蕉脆片的，我今天真的太幸福了，餵飽我們新的頻道金孫。謝謝各位阿姨阿嬤，沒有了，阿姨阿嬤剪掉。那我現在就來幫大家試吃。我發現它這一個很厚超厚的。對，因為一般的那個香蕉片啊，都是薄薄一片，它這個整個巧克力裹好裹滿而且它巧克力是裹到根本看不太到香蕉的地步，很有誠意。它那個香蕉雖然表面上看不出來，它香蕉其實蠻厚一片。香蕉本身的糖分我覺得不會太甜然後就是蠻有香蕉的香氣，再加上外面的巧克力。不過我覺得有一個小缺點是，它的巧克力是比較容易融化的那種。對，所以就是吃完手上可能會有一點但是我覺得是好吃的，推薦。接下來這個2個品項就厲害了，學姐，這是我們日本人同事推薦的。然後一個呢是半生的水蜜桃果乾，然後一個是帶皮的鮭魚肉乾。這個應該在台灣都很少看過吧？我在日本的便利商店也不會注意到有這些商品。其實半生的意思就是說，一般的乾燥果乾大概含水量是15%左右，但是加了半生這2個字，它就是有到25%到35%的水分，所以它吃起來會更 juicy， 應該是可以更還原水果本來的味道。OK， 那我們就來一起吃吃看吧。這個水蜜桃乾，它光捏起來就是有一點柔軟的感覺，它就不是那麼硬的，真的耶，不是那種乾巴巴的那種。它真的是因為它是半生的，所以它裡面的那個口感特別的摩吉摩吉，就是有一點 QQ 的那種感覺。然後我覺得水蜜桃味很濃好，那接下來換我吃吃看，這個也是日本同事推薦的北海道秋龜帶皮鮭魚乾。我現在覺得我好像熊哦，有一種野性的味道。對，學姐做好心理準備了嗎？有，其實打開有一點像是鱈魚香絲的
加倍版啦。牙齒不好，我觉得它是有一個紋理，然後你要順着那個紋理這樣咬，太硬了，我不行。確實，它就很像是那種烤得很乾的那種魷魚絲。學姐有點年紀了，牙齒不好，牙口不好，醃過，然後所以蠻鹹的，可以想象就是配酒，應該是蠻下酒。但我覺得這個還有一個蠻不錯的用途，它感覺可以在減脂的時候吃，因為它真的就是鮭魚，然後拿去烘乾，所以呢，它其實有很豐富的蛋白質，像是光這一包就有12.5克的蛋白質。那當然，因為是鮭魚嘛，所以它熱量也沒有很高，這一包才69大卡而已。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是健身減脂期，然後想要多補充一點蛋白質，但是又怕吃零食會熱量很高的話，你可以選擇這個。另外，大家如果有想要找哪樣商品，但是害怕找不到的話呢，也非常推薦下載各家超商的 APP， 在裡面輸入品名之後，就可以看到附近有哪些商店有在賣嘍。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學姐好飽哦，超級飽的。我們今天冒着職業傷害的風險，幫大家一次開箱了超多超商伴手禮。那大家以後呢，來到日本，如果想要買看不一樣的伴手禮的話，就可以參考我們今天這一集哦。好，那我們就把清單放在畫面上，歡迎大家截圖。那如果還有什麼你想要吃的伴手禮沒吃過的，或是呢你吃過覺得超級讚想推薦我們的話，記得留言跟我們分享。然後我們今天呢也講了，就是要怎麼樣判斷你的伴手禮到底能不能帶回台灣呢？大家可以往前跳回去看中間那個片段哦。大家好，我是吉田社長。想看更多精彩 MV 或是日本旅遊相關資訊，記得訂閱吉田社長 Japan TV， 多多支持我們哦！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大家如果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的話呢，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哦。那大家也要多多留言支持我們的新同學 Yui，下集見，謝謝大家，拜拜，拜拜。